请问可以采访吗？请问可以采访吗？可以说点什么吗？请问可以采访吗？可以说点什么吗？我们来倒计时一下，看警察几分钟内能够到达这里。我们来等待一下，看警察多久能到达。哎，我们来看一下警察多久能到达。这边有人在举牌，有人在举牌。今天是2026年的7月19号晚上，大概8点半。现在徐正威那边在歌舞升平，而这边会有原住民在抗议，说我们绝不屈服。它上面写的文字是：如果我们的温良和劝诫换来你的蛮横专权与得寸进尺，我们只好严正警告你，我绝不屈服。用钱买走你的文化与话语权是最高级的文化歧视。凭什么丰年祭？凭什么南岛？我的祖灵与你何干？你的清明节能表演祭祖、表演烧纸钱给大家开心一下吗？南岛的精神价值是恢复部落主权，是拒绝文化殖民。僭越原住民文化的殖民者凭什么自称故乡？昨天有一位男生也是举着牌子，然后盛装打扮，然后被警察拦截了，然后说他带刀具。今天有3位新的原住民，他们在这边表达：我不喜欢味增，我喜欢原味。所以这3位原住民青年正在这边继续抗议，然后这边有民众在围观，但是目前只看到一位警察正在尝试靠近，没有看到其他警察。刚才有位警察已经走过去了，这边有位警察在这边，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拿出对讲机，他熟视无睹。不过他已经掏出手机出来了，他走开了，警察走开了，没有警察来干扰他们。所以这里已经又来了2位警察，他们掏出了手机，他们可能要联络主管，看要不要驱逐这些抗议者。这边是摊贩，抱歉，我没看脚下。这边有警察正在靠近，他们拿出了电话在打电话，可能在请示要怎么样对付这些3位原住民抗议者。原住民抗议者写到了味增，原味可能指的是徐正味的味。他说的是不喜欢味增，应该说的是不喜欢徐正味。所以这里有人在合影，但是没有举牌。这边是歌舞升平，这边是小吃，很多人在卖东卖西，然后那边的抗议者还在有人陆续的围观。把镜头拉近一点，围观的人变少了，也没有警察过来干预。所以3位原住民正在这边持续的抗议，没有任何冲突。
这边有头上戴雨冠的人靠近，但是没有加入他们，所以这个抗议者身上的服装不算很有原住民特色，所以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这边有一位原住民在这里。所以昨天那位原住民的盛装打扮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今天这3位抗议者，他们没有表达看法，持续的在用默默站在路边的方式表达。这边来了警察，就远远的围观，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没有去盘查他的身份，也没有去问他们有没有带刀。所以目前的警察做法是冷处理，1、2、3、4、5、6、7、8、9，有9位警察路过，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这些警察并没有干涉他们的举牌抗议。所以这边也是工作人员，他们可能是徐正卫的人。这是工作人员的衣服，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去干涉这3位抗议者。这里一个小伙子偷偷的走过去和他合影，所以目前看起来是冷处理。被警察远远的看着，可能还要等待裁示吧，看看局长还是县长要来裁示怎么样对付这3个年轻人。这边2个工作人员正在靠近，拿着手机，拿着对讲机，他们想做点什么了。这个人2个人在偷偷的聊天，他们在想怎么处理。所以我是带着调侃的态度看县政府这些官员，他们要怎么处理，就是他们的表达、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是不是有被压缩，所以继续看下去。自己没有任何人干涉，但是所有民众在拍摄。这3个人我不认识啊，我们刚刚去采访他，他都不理我，不能说这3个人是我唆使的，我完全不认识他们，我是来看热闹的。我今天晚上过来就是要拍县政府的衣服和原住民的衣服一起出现在舞台上的场景，所以这3个人站在这里，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不过他们也开始走开了。我在边解说边拍，你的直播是吗？没有，我跟我朋友视讯，这样帮我荧幕录记下来。哦。刚才警察走过去，假装没看到，但是那三个人一直想录下来啊，不然到时候都没有人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他这个时间被扭曲了。我有记录下来，有记录8分钟了，我会放在 YouTube 上面。应该是非常有讲。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个链接。行。我现在用的是语音隔离，语音隔离的话，我的解说会很清晰的被录下来，这些噪音不会录下来，所以解说的效果会很清晰。对呀，那个警察在想要做警察，警察他们在偷偷的拍，他们在讨论这个要怎么处理。昨天他们处理的话有点粗糙，人家都要走了，然后去拦住他。你昨天也在咯？我昨天不在，但是我在最上面有看到各种镜头。对，他们在想怎么处理，但是那3个穿那个花衣服，那三个花衣服就肯定是想来干预，故意站在前面晃来晃去。
这两个花衣服不知道是谁，他们始终在想靠近这3个人。好，这里有原住民靠近了，原住民在围观，看他们举牌写的是什么。他们反对的应该是文化挪用和商业化，但是也写了味增原味的，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味是不是徐真味的味。总之，他们不会是花莲县政府指派的人来表达的，一定是反对县政府的这些做法的。啊，这里有个人拍着警察的背心，在讨论。这个人应该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现场秩序的这里一群所谓的志工或者工作人员在那边哈哈笑。这个人应该是县政府的人，他在拍警察肩膀。这边好像有外国人在采访，外国人在跟他交谈，外国人在跟他握手。所以陆续有民众在围观，这边白色衣服我不知道是哪个民族的服饰。所以警察在这边待命，他们是远远的围观者，防止应该是防止事件升级吧。所以这边的人也在围观，这边的人在路过。天桥上也有人在围观，所以我们来坐下来看看事情会怎么发展下去吧。我靠！再去拍一个大照片看看。拍一张超清晰的大照片。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下去。警察在这边等候指示，远远的看着。我不知道会有几组抗议者出现，假设有抗议者在这边吸引警察注意力，然后又抗议者在另外一边冒出来，这也是有可能的。假如说他们是有经验的抗议者的话，假设他们只是没有经验，只是看昨天的小伙子抗议一下，他们也跟着抗议一下的话，可能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策略。所以总之是和平的抗议，和平的表达，应该不至于有什么治安上面的问题出现。这边有人在拍照，这边有人陆陆续续的围观，有人在拍照，远远的拍照。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的动静。这边的花衣服和警察，他们是举办方或者是政府的人，他们正在讨论、正在报告、正在请示。但是这种和平示威，他们应该是保护的。但是我不知道在花莲的法律里面，这样子3个人站在这边举牌，是不是需要跟警察申请？我不清楚。目前来说的话，警察也在拍照。警察很多情况下，警察会拍照，自己也觉得留个纪念。说是说留个这个纪念，实际上有时候会成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炫耀的内容，也可能会成为进入司法判决里面的证据。所以警察他们通常会随手拍，至于怎么用，他们说了算。所以目前来指的话，这3位一直都很紧张，正在请示。
所以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我，也没有要尝试干预我的拍摄。现在已经抗议了15分钟了，或者说我能看到的抗议持续了15分钟了。可能我来之前，他们已经在举牌了。那一边正在歌舞升平，在开着音乐，在广场上露天跳舞，跳 disco， 在过他们的 party， 在享受他们的音乐。陆陆续续有人路过。所以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警察会冷处理还是把事态扩大化。目前为止都是和平抗议，没有被干预。有人在好奇的张望，侧着身子在看，这些都是侧身在看。这里有人掏出手机来了，他可能想要拍摄，只要他拍摄就会多一次传播机会。这边有盛装打扮的阿美斯路过，但是也是侧着身子。我觉得侧着身子看和正面仔细阅读上面的文字，甚至掏出手机来说，这是3种不同的态度。如果能正面停下来看，正面朗读的话，证明他会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而那个侧着身子的看这些文字的人，可能是第一次好奇的看着这些抗议者表达的内容。他们并没有心理准备。这里路过的人各有各的心态，有的人真的只是路过，有的人真的想干涉他们，但是又不敢做出任何的举动。比如说那些穿花衣服的，这些穿花衣服的，他们想干涉，但是不知道怎么干涉。这些警察。他们想干涉，但是他们知道法律没有授权他们干涉，所以这些抗议目前来说都是和平的抗议，和平的表达。现在已经17分钟了。有人拍他肩膀以示鼓励，拍肩膀以示鼓励，侧着身子看一眼，没有兴趣阅读完所有的文字。今天的活动是花莲县政府举办的，名称叫做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他用了太平洋，用了南岛文化的南岛，用了丰年祭的丰年2个字，但是他不用的不是祭，是节，节是 festival。所以这里又有2个人在近距离的观看。这2个花格子走得越来越近了，花格子走得越来越近了，花格子在拍摄，不知道他将要做什么动作。我们来看看花格子，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吧？要去把这3个人赶走呢，还是要把他们扑倒？大家拭目以待。这里也坐了一些人在这边，他们可能心情跟我不一样。我的心情是看热闹，不是说我等待冲突，而是说假设有冲突的话，我希望我有机会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对这3个人应该是有保护作用的。我希望花莲不要成为香港一样压制言论自由，不要像中国一样随意动用公权力压制言论、压制表达。台湾既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花莲也应该成为民主国家的一部分。有人在靠近看，有人在靠近拍摄。到目前为止没有冲突。到目前为止，成功的吸引了县政府的注意，但是这2个人是县政府的谁，我就不知道。如果他有穿制服的话，我会知道这是县政府的警察局的员工、警察局的职员。
但是穿花衣服的话，就不知道是这个活动的承办方呢，还是政府雇员，还是临时工，不清楚。持续引起了围观，好消息。我没办法估测刚才有多少人经过，有多少人看到，以及多少人拍摄。有人在拿出手机在拍摄了，好消息，第一张。这里人在跳跳，这里有警察路过，有人在跟他抗议者交谈。我不知道这个挥手讲话的人是在表达什么，他把2个手都举起来了。我靠近去看看，他想说什么？两边的活动，他们初衷都是一样的。那你们对这个有什么想法？我希望可以跟大家表态一下。因为民进党跟花莲呢两边过去他们做的其实就一样。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听不太清楚。联合丰年节呢，也是说民众开始去做，然后呢，花莲市这边的也是民众开始，然后后来政府去。那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民进党，然后两边都弄成联合会。那我觉得你们这一点可以这样说。花园那些离乡背景，花莲市这边这些离乡背景的人，他们这样做，你们有什么想法？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而且我要退一退。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他成功的挡住了大家的视线。我不知道他在发表什么高论。这个花莲县政府的这个主办者靠得越来越近了，靠得越来越近了。派了一个人把一个人拉开，把一个女生拉开，把一个女生叫出来了。这个黄头发的花衣服，他们显然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他拉了一个女生拉开。这3个人层仍然在持续的监控和戒备。应该是他们的熟人吧。持续的有人在围观，那位先生还在高谈阔论，但是没有人回应他，他应该是在单方面的输出。我在负责解说，我为了让这画面没那么无聊，先解说一下下，因为我打算把它放到 YouTube 上面去。现在他们已经抗议了24分钟了。刚才有位大姐听我在解说，回头看我一眼，我就跟她解释一下我在做什么。这边有警察，这边是有围观群众，这边有警察，都在这边，不知道自己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我是承担那个看热闹的角色，我不知道这个3个抗议者会不会像昨天那位举牌的年轻人一样，被警察盘查身份证，问他有没有带刀，要不要带去警察局。像今天的话，这些警察采取了克制的做法，没有主动去干涉他们。这边歌舞升平的背后是民众的抗议，
掌声献给自己。那位大哥还在那边高谈阔论，我要过去看看他到底代表谁，向谁表达。请问一下，刚刚那先生他说什么？没人理我，默默的抗议。那位高谈阔论的先生被人家拉开了。所以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辩论，还是单方面的输出，还是他们觉得抗议者应该，还是抗议者不应该。但目前来说，总之是一个和平示威、和平抗议、和平的表达。大家是不是今年开不开心？应该活动快要接近尾声了，主持人在说明年见。应该活动结束了，接下来要出场。接下来很多人会来到这边拿走他们的交通工具，拿走他们机车。骑机车的都会是本地的人吧？如果是外地人，他们可能要喝酒，外地游客要喝酒，要骑车。哎，这边一个玩具。好，目前仍然没有警察尝试要驱赶他们，但是有花衣服和警察站在一起，他们靠近了，靠近了，不知道要去干什么。我们来靠近一下，看他会不会尝试干预。近距离拍一张。这位先生近距离拍了一张，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尝试去干预他们，但是他们可能会把人流故意用挡住，不让人流路过这边吧。走过去几个。到目前为止，有人在这边耐心的等候，有人在前面围观，但是围观的人是不是支持者，还是县政府的人临时拉过来一些反对者，故意挡住人潮，还是怎么回事？不清楚。是有在经营一个YouTube频道的，你要搜吗？我有频道，去搜一下。好，对这个蛮感兴趣的。左拉，单人帮一个左拉，一个人一个左在佐料的佐。到目前为止都是和平示威、和平表达。单人帮的左，左是佐料的佐，拉是这个拉。对这个，你有一罐订阅啊？谢谢你。开启小铃铛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上线。等以后再关掉就好了。可以。新住民。哪里？瑞穗，住在瑞穗。所以现在是退场的人流出来了，但是前面站这么多人就没有曝光率了。然后那位先生还在想办法对那3位抗议者表达，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有话要说呢，还是觉得这3位者会是他的好听众，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前面对着这3个抗议者表达。这样子会挡住人家
抗议的效果呢？它为什么挡住抗议者的效果呢？这些人站在前面是要听人演讲啊，还是只是刻意挡住他们的传播效果？不清楚。你看这么多人流量都浪费了，人流量都没有经过这3个抗议者前面，可惜可惜。那个花格子衬衣还在那边孜孜不倦的向3个沉默的抗议者表达，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这旁边就是湖泊，这个格子衬衣它可以对着湖泊，像周星驰一样，把管子骂成弯的骂成直的，他可以试试这种功力了。但是对着这3个沉默的抗议者，挡住他的流量干什么呢？这个挡住他的流量干什么呢？人家又不搭理他，他在那边说什么说？哎，我过去看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吧。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办这么大，然后结果原住民的钱被排挤。那我还希望你们之后可以去跟原民处那些地方，好好的去做一个说这么热心的行为，然后把这些热心的行为去那个真正的用在说帮我们县民去检讨他们预算。好，再去拜托啊。为什么是要我们处帮你们？有人在猜。你也可以站出来，欢迎你一起。对，但我会希望说，我跟国中的导师，我好几年前有通过那个先生为什么一直在说挡住这些人流了？我觉得不合理嘞。警察务所还没来，因为人太多了，不好抓。哦，可能觉得不重要吧，或者说不方便像昨天那样子引起舆论。昨天闹太大了，他们不在旁边。但是这位先生一直挡在那边。那位那个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怎样的。对啊，这个花格子好奇怪。无言万语啊，那个可不可以请他离开？这不太敢，我怕被翻药。哦，好吧。我觉得，来，我们再来念一下他的句子。如果我的温良和劝诫换来你的蛮横专权与得寸进尺，我只好严正警告你，我绝不屈服。用钱买走你的文化与话语权，是最高级的文化歧视。凭什么南岛的精神价值是恢复部落主权，是拒绝文化殖民？僭越原住民文化的殖民者凭什么自称故乡？我不喜欢味增，我喜欢原味。他刚表达的就是说，桃园那边也作为一个所以国民党有新人加入。我不喜欢联合丰年祭，我不喜欢联合丰年节，因为我不想做花莲王的政治宣传品。有新的人加入喽。这位先生，你站在这边演讲很久了，能不能不要挡住他们的文字？站旁边一点可以吗？你要拍好，麻烦你，谢谢。哦，我终于把他赶走了。哎呦，对不起。有新的人加入了。有老师在旁边表达支持和关注，这也是一个好事情。万一这4位抗议者被刁难的话，这些老师可以动员他们的社会力量，表达关注和支持，让这些年轻人多一些信心和勇气。我说的那个老师应该是这位。刚才他们有去跟抗议者表达声援。刚才那位格子衬衣被我抱怨很久，我忍不住
把他请走了。我觉得他真的不应该长期占据那个位置，导致抗议者的内容被阻挡。现在抗议已经持续了35分钟，至今是和平的抗议。这些县政府的家丁们，他们正在这边围观，他们也不希望事态扩大。警察也在这边。好，接下来我来绕一圈看看他们还会不会在吧。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热闹气氛，这边是很多花莲的创业者，也就是摆摊的店家。不要小看这些店家，这些店家辛苦是辛苦，但是赚钱可比普通的工薪阶层会好很多。因为很多人的衣食住行还是依赖于他们，特别是食物，他们提供的食物算是比店家会好一点。好多店家是连锁制，他们的调味都不会调，直接买加盟厂商提供的原材料，所以他们是做的比较有味道一点，甚至比较香一点，比较敢放调料。所以这些警察还在这边远远的围观。到目前为止都是和平理性的表达，并没有引起任何的冲突。民众在这边围观，这个小姐想要拍照吧？很多人都在这边围观，我也在这里围观。我预计我录到50分钟我就不录了，现在录了17分钟了，因为我觉得录到50分的话，散场也差不多了。然后有什么应该不会有什么冲突了。这次这4个抗议者并没有像昨天的那样子，什么戴墨镜啊、蒙脸啊、盛装打扮啊，甚至怀疑他们带刀啊。我不知道昨天那个抗议者是怎么被人家说是带刀的，反正我从现场的照片上面是看不出有带刀的迹象。那今天这4个抗议者就很和平理性的，甚至都没有喊口号，只是默默的站着，默默的举牌。这4个年轻人有了这样的抗议经验，他们的人生轨迹就不一样了。他们可能比普通人少了一些恐惧，多了一些勇气，敢于表达，敢于关注公共事务，敢于为自己发声，为他们所属的部落发声。以后就会成为一个社会运动者，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评论家，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位政客。所以他们与这个社会的关联会比普通人多很多了，他们跟这个社会的连接会比普通人多很多了。所以我是很乐于看到这样的现象。要知道，在蔡英文执政的8年，虽然一切风平浪静，连台风都没有进来，社会运动也几乎没有，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是政府的政策兼容并蓄了很多民间团体的观点，坏处就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出现了人才的断层，就是有些人因为长期没有参与社会运动，然后转行做专业的工作，进入社会赚钱、结婚生子、买房子，建立自己的事业，而那些没有机会参与社会运动的人，他们对于大罢免、对于青鸟运动、对于删减预算这些社会运动
他们可能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说，蔡英文这8年实际上给社会运动造成了人才断层，这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一件事情它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是我的个人观点。现在我在录警察下班了，等排成一条直线，大概15个警察离开了。这个也是警察，是记者，他还背了个背包，可能是负责记录现场的 CID， 刑事警察吧 ，CID。有些 CID 是全便衣的，他们职位比较高，甚至语言能力比较好，所以他们全便衣在现场去观察可能的冲突，可能的刑事案件的苗头。到目前为止，围观的人很多，掏手机的人也不少。目前为止没有冲突。现在我已经录下来41分钟了，这41分钟不是直播，只是我拿手机记录下来，以防有冲突发生。希望不要出现昨天那种警察去盘查他们的身份证的情况出现。盘查身份证是要有一些条件的，比如说有犯罪事实，有合理理由。比如说怀疑他身上有枪啊，有毒品啊，这些理由算是有可能成立的，但是不能无故搜查人家。无故搜查人家就属于警察滥用权力扰民了。就算是民主国家也不能这么做，独裁国家常常这么做，民众毫无反抗的能力。独裁国家我很熟啊，我在中国住过，常常上火车就要查身份证啊，进火车站查身份证啊，他们都可以随便查。这边来了一个滑行的人，他有一个神奇的交通工具，他可以在这边滑行，很潇洒的离开了，拍了一张照片。好，这2个盛装打扮的人在人群中很是显眼，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但是好现象就是4位抗议者前面并没有被莫名其妙的人用身体挡住。这边 CID 刑事警察局 ，CID 的人仍在这边远远的监控，并没有尝试要干预。那边有位大哥拿出他的手机在拍摄，他们就应该会发到Twitter上面去给大家讨论一下原住民的文化要如何的保存，如何的保护，如何的使用，要不要让一个缺乏支持度的地方长官这样使用。我今天在Twitter上面用了一个词叫做南面而视之。南面而视之是一个古汉语，也就是说你想要成为国王，你要想成为统治者，你要称王称帝的话，你是面向南面，让万邦来朝的，就是其他人都在你面前乖乖的表演。对，就是南面而视之，就是称王称帝的意思。像今天这个广场，就是在主席台那边有2个主持人之外，还有4、5排座位，每一个贵宾长官乖乖的坐在那边，而舞台就正对着他们，正对着长官们进行表演。然后左侧是普通观众，右侧是普通观众，用这样一种圆形的舞台，但是舞台主要是对着长官的这种方式，来表现出一种风水、一种权威、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我看起来就是南面而视之，称王称帝的意思。其实其他人都是表演给长官看的，长官是高高在上的，长官是要被吹捧的。还有6分钟，我预计6分钟后来结束这个拍摄。我希望6分钟后不要有冲突出现，警察也不要有干预。这里就是一个
我看一下这个学校叫什么学校？花莲县立体育高级中等学校。花莲县立体育高级中等学校，这是一个高中，也是个体育场。这边有个体育场，好像还有棒球场，还有草地，所以这些活动都在这边承办。现在我录了45分钟了，我预计录到50分钟，要考虑我电池的续航能力，也考虑观众的耐心。我可能录到50分钟就不会继续解说，继续录下去了。光听我一个人解说也没什么意思了。我来靠近拍一拍摄。这里有路过的人群路过这里拍摄。我再来帮他们念一遍：如果我的温良和劝诫换来你的蛮横、专权与得寸进尺，我只好严正警告你，我绝不屈服。用钱买走你的文化与话语权，是最高级的文化歧视。然后这个白色的牌子上面写的是：凭什么南岛？南岛的精神价值是恢复部落主权，是拒绝文化殖民。僭越原住民文化的殖民者凭什么自称故乡？这边写的是：我不喜欢味噌，我喜欢原味。这味噌应该指的是徐真味的味吧。然后这边是凭什么丰年祭？我的祖灵与你何干？你的清明节能表演祭祖，表演烧纸钱给大家开心一下吗？这边写的是：我不喜欢联合丰年节，因为我不想做花莲王的政治宣传品。这就是这4位抗议者所表达的内容。好，今天我的录制节目就到这里，这不是直播，只是一个现场的拍摄，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还原一下这些抗议者他们在现场有什么样的环境。这边是警察，警察们还在这里。现在47分了，我还录3分钟我就撤了。现在人潮应该也没有朝这边涌动了，大家都快要回家了。有一位黑色皮肤的人路过了。目前为止一切平安。那个骑平衡车的人又潇洒的路过。这里来了一车的灭火器。灭火器，真正的灭火器。我觉得他们的抗议的内容其实还可以提炼一下，比如说反对文化挪用，反对富士王朝，反对成为政治宣传品。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了。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左拉的录播就到这里结束。祝这4位年轻人平安，祝花莲平安。